各位朋友，有人说我是油管的第一黑嘴，也有人说我是第一神嘴，反正是呢，我是说谁谁进去，瞪谁谁怀孕啊，是吧？那个吃瓜盟主的这些邪教的粉丝们呢，来骂我，你说了这么多期我们的教主，你一定是收了钱了。所以我为什么说吃瓜盟主的邪教徒们都是社会最底层的穷困的可怜人呢？因为他们的这个认知里边，除了钱是第一驱动力之外，他不认为这个世界上还有正义啊，还有公理。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个郭文贵我说了6年，对吧？把他给说到美国监狱里边去了，那谁给我1分钱了呀？多么大的动力能说6年呢？这就是嫉恶如仇，明白了吗？哎，你看我对吃瓜盟主的定义以后，这个官媒啊，包括央媒都上来了，而且呢现在连反贼都上来了。当然了，吃瓜盟主的邪教徒们一定会说我是反贼，因为他们那个眼睛啊，那基本上都是那个臀部中间那个眼儿，然后挪上来的啊，他们根本就没有眼力，你知道吧？反贼可以说是替吃瓜盟主钉上了最后一根棺材钉。吃瓜盟主这个就差最后一步了，一个央媒的这个应该总结批判就差这一步了，已经搜索不着他了啊。好吧，咱们先看看这两天反贼们盛传一篇文章啊，是什么呢？说500万粉丝都在吃人的席，字节跳动的算法也没辙了。说前几天 B 站那边搞了一场赛博招魂，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抖音这边的吃瓜盟主又给大伙上了一课。如果说 B 站是在怀念过去，那吃瓜盟主就是在发明过去。就在上周，拥有500多万粉丝的超级大 V 吃瓜盟主终于消停了。这不仅仅是一个网红被封的故事，这是一场关于常识的保卫战。目前看来，常识输的还挺惨的。哪怕你不关注历史圈，大概率也被算法强行喂过他的视频。这位博主的走红路径非常野，甚至可以说是一场精准的流量收割的实验。在他的口中，清朝不是中国历史，甚至连华伦天奴的祖上都是满清贵族。最离谱的是，他把满汉全席硬生生的解读成了吃汉人。这种放在地摊文学里都嫌味儿冲的阴谋论，却在短视频里振振有词。有网友统计的数据，他的明清史解密系列全网的播放量超过3个亿。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半个中国的互联网人都被他抓着领子科普了一遍伪史。更令人心惊肉跳的不是他在说什么，而是评论区那里聚集着数以百万计的信徒，他们整齐划一的刷着仇恨的言论，任何一句理性的质疑都会瞬间被淹没。这让人想到了那个一句话，就是古代的文盲是没有知识的，现代的文盲只有局部的知识，未来的文盲是污染过的错误知识。现在的算法正在批量生产这种未来的文盲。面对这头被流量喂养长大的巨兽，甚至连平台都坐不住了，镇不住了。最开始抖音只是给他的账号降权，限制直播，属于软刀子割肉。但粉丝们不干了，他们觉得这是资本的打压，是真相被掩盖。于是抖音集团的副总裁李亮也不得不亲自下场。李亮这次是很狼狈的，作为平台的高管，平时都是在科技峰会上谈笑风生，现在却要被迫在微博上科普《红楼梦》不是道明之作，满汉全席不是吃人，
他列出了10个核心的谣言，一一驳斥。为了对抗算法带来的流量惯性，抖音甚至专门开发了辟谣卡，搜吃瓜盟主跳出来的不是他的视频，而是一张 AI 辟谣页。这事儿本身就很魔幻，算法把盟主推向了神坛，把粉丝推向了极端，然后平台又得花大力气把人给拉回来，连 BBC 都注意到了。你听说过盗名风吗？如果你在中国，你的社交媒体上最近一定少不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推送和讨论。它最初起源于一名中国网络博主的影片，声称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实际是一部反清复明的作品，比如小说主角林黛玉是明代的崇祯皇帝，而贾宝玉是块传国玉玺等等。这种看起来本应只是少数文学和历史爱好者关注的话题，却意外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暴，甚至连吴京、关晓彤等满族明星也被围攻。这是为什么呢？14至17世纪的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它后来被满人建立的清朝所取代。中国社交媒体最近涌现了许多短视频，将中国在近代落后归咎于清朝，批评清军入关是华夏文明的中断。一些没有根据的言论甚至宣称满汉全席是满人吃汉人，西方窃取了明朝的技术，才开始了工业革命。其实这种思潮在中国网络上并不新鲜，很多年前就有网民批评拍摄了过多的清宫剧。2008年，清史学家严崇年甚至因为被指美化满清，而在一个签售会上公开遭到斩获。有分析认为，现在这种言论的扩散本质上是一种排外情绪。在中国经济下行之际，更多人用历史作为情绪宣泄的出口。还有人认为，这也反映了当局中华民族的叙事与民间大汉族主义情绪的矛盾。由于中国当前的疆域很大程度上继承自清朝，加上当局一贯的维稳政策，北京一直强调民族团结，希望淡化历史争议。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后，进一步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以强调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当局曾下令媒体不得再用满清一词，而汉族的抗金名将岳飞也在课本中被避免称作民族英雄。在最近的盗名风潮后，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周三发文，警告将满族、蒙古族排斥于中国之外的历史叙事，源自于外部势力的险恶目的。对此你怎么看呢？这是反贼们给这个吃瓜盟主钉上了最后一根棺材钉，连反贼们都忍不住要这个调侃。你要说盗名之作的巅峰，那不是《红楼梦》，那是圣经。圣经才是真正的盗名啊！什么海绵宝宝、火影忍者呀，那不是盗名的这个巅峰之作，圣经才是。尤其是耶稣啊，原型之一就是木匠皇帝朱由校天启地。好吧，今天最新的消息，吃瓜盟主虽然号没有封，但是已经搜索不到了。吃瓜盟主的切片号也全部都阵亡了，他的切片你在头条和抖音也都搜索不到了。虽然号还在，但是你要搜索吃瓜盟主已经没有了，他的切片也全都没有了。你要搜索吃瓜盟主，在抖音只能搜出这么点内容来啊，就是吃瓜盟主已经全面的被封杀了。那他的号为什么还留着呢？竟然有这些邪教徒精神病给我来说，吃瓜盟主就是网信办的人，你不知道他的大老板是谁。这帮底层的精神病是没有救了，你知道吗？一点救都没有了啊！好吧，这个到底这吃瓜盟主怎么就把这个中国的这些网民们忽悠的五迷三道的呢？归根到底，因为他卖的不是历史，而是优越感和宣泄口。在他的叙事里边，你生活不如意，不是因为能力不行，也不是因为经济周期，而是因为几百年前的满清偷了你的气运。他把复杂的历史简化成好人和坏人的二元对立，这种叙事效率极高，
传播极快，明白了吧？哎，有人说了，说你不能否认呐，他确实是有满夷呀，是那些满族的反贼们现在还要复辟伪满洲国呢，有没有啊？也的确是有，你可别忘了啊，就是公安部门在历年来查处的那些邪教里边，复辟清朝的很少的一部分，大多数是复辟什么这个白莲教、反清复明、复辟明朝，什么复辟大宋，就是村头的二寡妇突然有一天晚上就得到了，说我是那个哪个娘娘附体，然后就组成了一个小朝廷啊，这个大明崇祯皇帝的妃子啊，那不是这你要一查有的是这种案子。你要说伪满洲国最近的案子有，我给你放一段啊。是满洲国的人，咱们各自的自己介绍一下。先由总统来开始，咱就然后就顺序开始，那个好吧？你跟总统换个位置。别人是普军来自洛杉矶，满洲国总统。满洲国的今年有幸到日本来，大约跟大家见面，有的见不见也是老朋友的新朋友，跟大家这个参加满洲都非常感谢这个服务义务，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总统，你贵姓？朱军，爱新觉罗。楚军。这个荣幸通过澳洲的秦晋博士，然后有机会加入到咱们满洲国的这么一个团体里面来。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感触很深。我感觉到咱们满洲国复国有着重大的历史机遇，而且呢，国际国内的这种各种形势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而且呢，我们如果假以这个各位同仁的共同努力，我感觉到咱们这个复国大业是指日可待。而且当然我们面临着还有不少的困难和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大家能够有着清晰的认识，并且有着很好的方略，我觉得这个时间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出发点。谢谢大家。吃瓜的那些教徒们又说了，你看看实锤的吧，是不是有满夷，危害大不大？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中国大陆社会最底层的那些可怜的人呢？因为他们也从来不知道这群人呢是活跃在海外的这个媒体上的一群民运的老精神病了。包括这里边的旁边坐着的盛雪，还有什么澳洲的秦晋，那个秦晋是郭文贵以前的一个蚂蚁，舔郭文贵没舔上，人家根本就不搭理他，然后又跑到什么满洲国组织，这些人就是骗子，明白吗？就10几个人就是个骗子，在我们海外华人看来，这就是一群民运圈的跟轮子一样的老精神病。有什么危害？我就问你好吧，这就是这个事情的真相啊。这些人呢，无论是怀念激情的红色年代，还是痛恨300年前的满族的异族，本质上都是在逃避现实和无力感人们迫切需要一个简单的答案，一个可以肆无忌惮攻击的靶子是吧？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首先呢，应该保持警惕，对任何一边倒的狂热都要问你自己3个问题：这是事实还是情绪？有可靠来源还是只剩懂的都懂？为什么这么愤怒或者是这么爽呢？其次呢，多读读权威的这个跨平台的一些史料。历史不是爽文，不是宫斗剧。你想了解清史，去读清史稿、中国通史，去高校听公开课，想要讨论《红楼梦》，去找红学的专家，而不是短视频里边的这些爽文。学会理性的表达，爱国不是比谁声音大，思考不是比谁更极端。真正的自信是能够在多元的声音中依然坚守底线。历史可以争论，但不可以虚无；民族可以自豪，但不能对立；真相可以找寻，但不能杜撰呐。在这个后真相的时代，真相往往跑不过谣言，因为真相通常是枯燥的、复杂的、有门槛的，而谣言是刺激的、简单的、迎合情绪的。所以说，作为一个能智力上及格的普通人，要保留自己的思考能力和警惕之心。当你看到某个视频让你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刻到网上骂2句的时候，不妨先停下来想一想，你是不是正在吃一顿别人精心烹制的预制的知识餐呢？毕竟脑子是个好东西，别轻易拱手让人让现在的互联网算法把你的脑子变成了垃圾桶。如果连满汉全席吃人这种鬼话都能够成为你的信仰，那你把狂人日记当成菜谱的日子恐怕也不远了。点个订阅吧，咱们下集再聊。